好，我们重新到那个。它会自动登录，这个我们就不要重复登录了，然后再问你是谁。OK， 它这里就 OK 了，看到吧？这是我官方工具，这就是一个纯血版本。然后到这里的话，大家就可以正常的去使用它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奥金志。这个视频的原计划是昨天就应该出来的，但是有点不舒服，但是我又不想拖很久，所以这个视频可能声音会有点轻啊，大家见谅一下。这 Cloud 部署方案的话，我在前几个视频已经做过预告了，目前应该是全网首发的一个方案，因为我目前在网上是没有找到类似的部署方案的，也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个方案吧。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先来看一下这个方案大概是怎么来去实现的。那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固定 IP 的 VPS， 或者你直接去买一个固定 IP， 其实也是一样的。重点在于固定 IP。然后这个 IP 的话，相对来说干净一点吧，不要那种很多很乱的那种 IP。就比如说我之前给大家做的这个 VPS 的推荐，这两个的话，虽然说你也可以去获得一个固定 IP， 但是他们就会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会你不用了，别人又会去用，它的 IP 的干净程度会很低，也可能很多人去做了什么，反正污染会比较高一点。相对来说，这种做固定的不会去很多人用的这种 IP 可靠一点。像我现在用的这个比较便宜的，我目前用的还是不错的。它相对来说部分的 IP 干净程度都很离谱。我有一个 IP，它就直接可以进行就是免手机号的谷歌注册。这个我觉得了解过的应该都清楚这个含金量啊。但是有些的 IP 它就做不到，也可能就是别人退加之类的，以前注册过的。但是正常来说还好。安老公的话口碑一直都不错，但是因为确实比较贵，我也没去实际测试过。我这边推荐的话都是自己用过的，没用过的我也不会去推荐，所以说也比较少。后续如果有更好的话，我也会新增到这里面来，好吧？另外的话，如果说你希望自己去搭建节点的话，前面也做了好几期的教程，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参考一下，去部署一下，好吧？这个就翻篇简单讲一下，然后就是一个谷歌的账号，这边的话建议还是用谷歌账号去注册 Cloud 的，相对来说好一点吧，因为其他的邮箱可能确实没有谷歌的，就是那么好用。反正谷歌的相对来说封号的几率会低很多吧，从网上所有的信息来看。然后一点的话，我觉得几个注意点吧，因为我目前的使用状态是通过这几个注意点去保证它的一个规范性。我不确定这个有没有用，但是实际操作下来的话，我确实是没有封号，也目前也是稳定运行的。就是一个 IP，那 IP 一致性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这里是 IP 地区啊。其实怎么说呢？你目前的谷歌账号，那还是说我现在就选择，比如美国的节点，对不对？那肯定推荐大家去使用美国的节点会好很多。其他的话，目前没测试，我也不太确定啊。目前美国的节点测试还是没有问题的。那你谷歌对应的注册邮箱的地区，也推荐你用美国的 IP 地区。这里的话，建议你就直接，就比如说你这里的 IP，你有了固定 IP，只用这个 IP 去注册谷歌账号，好吧？那这样的你的 IP 地区对应的谷歌账号的地区，那就是绑定的，没有问题的。那它再审核起来也不会存在任何的问题。这我觉得算是一个
小的风险点吧，虽然说不是很大，我觉得注意每个细节吧，好吧。然后如果说你说，哎，我现在有谷歌账号，我现在也是美区，那也可以。但是这里的话不建议去那种买的。我的话是没有，我的话是直接注册了一个账号的，我们用以前的老的账号，对，我觉得这样会安全一点。我现在就是把我目前所在用的一个账号的整个过程给大家讲一下，讲一下注意点。然后我这些比如说搭建啊、注册啊，我不会去实操了。好吧，因为整个过程如果全部介绍，这是比较麻烦，而且很多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吧。后续如果有需求的话，我再单独做视频教程吧，好吧。OK，那我们讲完这个 IP 和邮箱，然后就是再来一个那个 Apple 账号。这里 Apple 账号主要是用来去做订阅的，因为目前 Cloud 的官方的话，你如果要去订阅的话，你必须要有就是美国的银行卡，否则的话你没法去付费订阅。那现在的话，我能找到的唯一的方案就是用 Apple Store 的方式去做一个订阅，因为现在它有出移动版本，你通过移动版 App 可以去做订阅。但是这里要注意一点的是，一个就是你肯定需要有一个 Apple 账号，这个 Apple 账号我建议你自己去注册。然后这里的话有个美国地址生成，你通过这个地址去注册这个 Apple 账号，你有了前面的节点的话，这个注册账号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个免税区，这个免税区要注意一下，你在注册的时候地址尽量选择这几个，好吧？因为这几个你如果不在这个几个免税区的话，你在就是订阅的时候，它还会产生税费，那你对应的就是金额会变多，这个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点啊。然后大家正常的话就是说去注册就 OK 了。然后这里一个是 Apple 账号，不建议自己直接去买，因为买的话它的风险会比较高，因为它的你不确定的 IP 啊之类的，很容易会封号。另外一个就是 Apple Store 的卡，这里非常不建议大家去买，就是非官方渠道的，只要非官方渠道都不建议买，都不要去买，大部分都是黑卡。我网上看到很多的例子都会导致封号，所以我的话也是研究了很久。这里会有一个方案是可以直接从 Apple 的官网可以去直接买的。这边的话，如果说因为它也会涉及到一个 Visa 信用卡，如果说你们没有相关的就是 Visa 卡或者之类的，也可以联系我。我的话就目前的话就是做了一个新建了一个闲鱼账号吧，如果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然后可以走闲鱼拍一下。但我目前还只是挂了一个链接啊，因为如果有需求我才会去做这个 Apple 礼品卡，如果没需要我就不做了，因为这个就是不是我不会把它去作为一个盈利点啊。对，OK，基本上保证有一个固定 IP，然后谷歌邮箱去注册这个 Cloud，最后的话就是有一个美区的 Apple 账号，那基本上的一个基本要求你就有了，然后你就可以去着手去部署这个环境了。但这里的话就是有一个点是什么？我这里推荐大家再去搭建一个软路由啊。如果就是说家里设备不多或者条件不够的，那我推荐你去安装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去部署。我来讲一下这个为什么要推荐软路由，因为如果说你们之前有自己研究过这个命令窗口的话，大部分情况下，你在系统上去做一个代理，我这里是没有代理的，去做一个代理的情况下，用软件代理的情况下，你是代理不到你的命令窗口的，它是走系统，它虽然说是那个系统级，但是跟你的软件代理的系统代理其实不一样的，它是分开来的。你如果要去在命令窗口中
走代理流量的话，你要单独去设置，这样是很麻烦的。而且这里的话，如果设置不当，那你可能就是也会出现问题。但是你如果直接从网关这里，我之前跟大家讲的，直接在网络这里，就是网关这里，你直接把你的网络设置成就是我这里就是我的网关，对吧？直接从网关分流的话，它是能带到你的命令窗口的，知道吧？这样的话，流量的安全性会高很多。另外的话就是，推荐如果最好，你如果说你有一个单独的，就是说设备，去单独的配置，去部署你的 cloud 的一个编码环境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的。如果你说，我又是要做这，要是工作机，又是干嘛的，那样的网络如果混乱的情况下，你一旦就是可能就是说被就是 cloud 那边检测到，那很容易也不会被封号。所以说建议你就是一个设备，你就直接使用这个代理网络，系统级的代理网络，不要去做任何的变更。那你对应的在 cloud 检测的同时，你不会有任何的风险问题，知道吧？所以如果你设备足够有设备情况的，如果你有足够的设备的情况下，那你可以不用虚拟机，直接用单独的一个设备去做一个部署，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建议你直接通过虚拟机。我现在这个视频的话，也是通过一个我新安装的一个虚拟机，你看什么都没有的是虚拟机来去给大家录视频的，知道吧？我自己的话也是在虚拟的情况下去做一个编码的，这个其实没有太大问题的。OK，这里的话就是做推荐啊，这里做推荐也是一个注意点吧，我觉得。OK，以上都部署好的话，以上的话基本上都有相关的教程辅助。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先去看对应的教程，然后后续再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因为我这期视频的话，确实涉及的内容会比较多。我这个视频主要是讲整体的方案，不会说讲的很多部署型的东西，我可能不会去讲，特别是IP 啊，因为这些都讲过了，知道吧？所以大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再单独留言吧。我会根据留言情况，如果说真的哪一个地方卡的人比较多，那我再针对的问题或者多个问题，再单独做一个视频来讲解，好吧？OK，基本的就是环境我已经给大家讲明白了，那下面就是一个就是注册的问题。注册的话，那肯定是基于以上的环境都部署好了，比如说你的邮箱啊之类的都有了啊，对吧？让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就是说部署好的系统下面去，我们要登录这个，就比如说我这个虚拟机搭建好了，网络也搞好了，我的邮箱也都有了，对吧？那我们就可以登录这个去注册。这里的话，Cloud 它的我们现在登录的应该是一个 Cloud 官方的站点，它和 Cloud Code 是通的，不影响的啊。我们注册的话，直接在这边注册就可以了。然后大家直接通过这个谷歌邮箱去登录就可以了。我这里的话就也不演示注册过程了，因为我已经注册过了。你要重新注册的话，还有一个新的邮箱。你注册完账号之后，你其实就是正常的话，你在网页上就可以执行一些免费的额度。如果你没有太多需求的话，其实到这一步你就可以正常的去用上 Cloud 了。但是 Cloud Code 的话，它必须你要去开启那个付费的 Pro，它才能去使用。所以我们需要使用 Cloud Code 的，你们还要去，那我们要接着往下走。这里的话，到这一步，你的 Cloud Code 就是注册好了。注册好之后，我们这里要去下载 Cloud Code 的一个移动端，然后去给它做一个付费。这的话，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的美国的 Apple ID。然后这里的话，我推荐大家是，把自己的一个苹果设备
这里的话，我是用我的 iPad，然后我把我的一些就是语言、网络、地区都改了，然后相关的网络也改成了对应我们之前的一个软路由的一个网络，保证它的网络是没有问题的。这里的话就是我先讲一下，等会我在我的 iPad 上录了个视频，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操作，好吧？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我们需要通过就是 Apple 官网的 Apple，我们需要通过 Apple 官网买的一个礼品卡，然后去兑换我们充值的一个额度到账号里面去。兑换成功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在 App 里面去做一个订阅。然后这里要说一下啊，它这里的20美刀一个月的就是 Pro 版本，它是原价的，但是其他的就是比较贵的版本的话，它是会有溢价的，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点。但是这个溢价的话，相对于其他的，就是现在国内很多说是纯血，然后是拼车啊之类的那种的话，还是比那个低很多的。我也加了相关的群，看了一下，确实很贵，而且它的话完全是你自己不可掌控的，它完全是通过一个API 的形式，那或者说多人拼车，哎，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我确实没有去用，这里就不多说了，好吧？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这里我还放了一个闲鱼通道，如果你自己没办法去买这个官方的卡的话，你可以走我这个闲鱼。我这里的话能保证大家确定是从官网买的，就官网的话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我等会给大家演示一下，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去官网买吧。我们这里的话，正常的话，我们就现在我这个系统，其实当你部署完前面的所有的东西的话，就是说你的系统这边网络都部署好之后，下面的这些，上面的谷歌注册啊，然后苹果账号注册啊都没有太大问题了，知道吧？我们就直接来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可能说买这个会麻烦一点，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要去的是美国的官网，把这里删掉，不要去中国官网。记住，这样的话是美国官网，我们进到这里来，然后我们要点这里的礼品卡，我们去购买它。这句话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啊，这个不要选这个，我们要选 email，因为我们邮寄不到这种东西，这里的话就无所谓了。然后这里的金额的话，大家可以随便啊。我这边正常的话，默认20，因为我们单月的话只要20就够了。然后这里的话是一个，就是说你要寄给谁，然后这是谁发给他的，这是一个邮箱备注啊。到时候邮件的话可以看到，这里大家随便写一下就行了。我这里演示一下，这边随便填一下都无所谓。它这里应该是验证不到的。OK，这里填好之后我们就加入。然后我们这里去付款。这里还有登录账号。我这里的话是用我很久之前注册的一个 Apple 的账号。哎，密码好像都忘了。
这里需要验证一下。OK， 这里的话我们就要用这个 Visa 卡可以去付。这里的话就是你正常的话用国内的 Visa 卡就可以了，这个不影响。然后这里的订单的一个账单地址就用你在这里注册的一个地址就可以了。其他的话就没什么。在这里是可以通过中国的一个 Visa 卡，我们国内的一个 Visa 卡去支付的。然后这里就不演示付款了，只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界面，好吧 ？OK， 我们把这个关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 iPad 上的一个操作，大概我这边录了个视频。这边的话就是我 iPad 进来之后，我们先要到这个系统这里设置这里来去配置一下这个地区和你的语言，把它改成英语，然后地区的话改成你对应的节点，我这里美国就改成美国，这两个改一下。这个的话它会特别改语言，它会有一个重置的过程，这个等一会儿就好，这个没有太大关系。这里有提前录的啊，所以我拉一下，哎，怎么不动啊？OK，然后是这里的网络，网络的话，因为我是用无线网嘛，所以说这里的话，我会去手动的去改它的 IP 和它的网关，保证就是网络的一致性，我的地区 IP 没有问题，特别是 IP 啊，因为我这样的话就保证我的就是访问 IP 是一样的，因为它是可以软件嘛，软件的话无所谓，它通过这个代理就 OK 了。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把就是整个设备，然后网络调整完，就跟系统一样，你的系统设备和你的系统网络调整到一致，那就没什么问题了。然后下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安装。我们要先去登录我们的一个账号，这里的话就登录的我的那个美区的账号，然后这里是没有钱的，因为我这边已经订阅，把它那个20美元花完了。然后这里的话，我们需要去把我们购买的一个礼品卡在这里去做一个兑换，在这里第一个，这里我是演示那个，这里的话我往下拉演示是你的，如果账号原本有账号的话，我们要拉到最下面去把它退出，然后重新登录，它要到最下面才能去退出啊。这里的话就是点进来刚刚那个兑换卡的一个，在这里，这有点快了啊。这里进来我们选择第二个手动去建入它的一个序列号，然后去兑换就可以了，充值到它的账号里面。然后这里的话，正常我们是在这里去搜索 Cloud 的一个 APP， 对吧？但是我不确定我的这个是系统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我就会搜不到，我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我给你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如果能直接搜到肯定是最好。我们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浏览器这边来搜索 Cloud 移动版本，然后点击这个下载 Cloud，它就会跳转到这个官方的界面，它有一个 App Store 的一个链接，我们点击它可以直接导到这里来。这里的话，我这边因为已经下载过了嘛，如果你没有下载的话，就直接可以下载就行了。对，一样的。然后下载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打开了。打开的话是肯定是先登录，我这边的话已经登录了。然后我们点击头像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些信息，我这边的话已经开通了这个 Pro 的计划嘛。
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去升级，升级的话它的会贵一点。看到这里是124、249，对吧？这个的话，具体详情的话就不多做说明了，好吧？好，这里就关掉。然后到这里的话，就是我们整个 Cloud 已经注册好了，就是 Cloud 没有问题了。那对应的，如果说你的计划也通过就是这个礼品卡去开通了，那你就可以接着来去做一个 Cloud Code 的一个部署。Cloud Code 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也就是 Windows 来做一个说明例子吧，好吧？它的话是需要有一个基础的环境部署的，需要用这个 get 和 node， 好吧？然后我们先要去下载。我这里的话应该是一个全新的系统，我们这里直接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前面的都做完了，后面这里的话就比较简单。看一下，我们直接点击 Windows 下载就可以了。我们安装程序，它直接自己安装。然后这里也同步去下载这个，下载安装程序，两个一起下载。这两个是必须安装的一个环境 ，Cloud Code 才能去运行啊。一个一个安装，直接默认就可以。这里的话，建议大家把这个 get bash 把它点上，这样的话就是方便在一个命令行去使用它。其他的话就默认 next 就可以了。OK， 就安装完了。哎，我这里的文章的话忘了把那个安装命令放进来，没关系，等会我后续的话再把这个文章优化一下。然后我们先来把这个再安装一下，同意的，默认就可以了。这些的基础的一个环境的话，默认安装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现在需要到 Cloud Code 的一个官网去看一下。直接这里国际版本在这里。这里好像看到了那个，这里那既然到官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吧。定价，这看上去还是没有远。大家可以看到，刚刚的话，这个是年的，算了。它这个时期的话是，就是说你按年付的话，它是17，如果你单独的话就是20，所以说刚刚说美区的它这个是不变的。但是可以看到这里的就是 Max 的话，它是100，这个的话是200，我们刚刚看到应该是122吧，对不对？它是有溢价的啊，这里。然后我们要去，它这里有，这里有，那我们直接等会儿运行这条命令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安装完了没有？我本来想找那个安装界面没找到，忘了在哪了。不过没有关系，这就够了。然后我们去出我们的这个界面命令窗口。怎么跳掉了？已经复制了，我们直接运行看看。
等会儿我会把这个视频发布后，我会把这个命令晚上到那个博客里面去啊，当时我漏了忘了。它会提示一个版本问题啊，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去执行更新啊，我们去直接这个更新一下，更新它的一个版本。它这里其实只加了2个，其实应该是没有加载完成的。OK， 我们再来重新运行一下看看。这里头还有加了10个，看到吗？这里应该就安装完成了。我们可以来试一下，直接我们要去在我们的系统下新建一个文件啊，不能默认直接在系统文件夹下面新建一个。cd， 然后 CL。OK， 我们这样就登录进来了，看到吧？说明就安装完成了，也可以正常的去运行了。哦，我的这里面博客，哎，怎么漏了好多内容啊？没有更新吗？哦，在这里，在这里。我在这里的话，就是把这个安装完成之后，我们通过这里命令行没出来，然后输入 Cloud 就可以启动它的一个应用，就是这样，它就启动 Cloud Code，对吧？然后第一步的话就是先你要选择一个界面，后面就是登录了。来看一下，这里的话就是选择你一个喜欢的风格吧，其实很多软件它都会有，然后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你通过上下键去选择就可以了。那我们随便选择一个，我们回车确认就可以了。这里的话是有2个选择，一个的话是你用你的账号去登录它，就是你通过这个计划去用，不同的计划有不同的额度嘛，对不对？这个的话是通过 API 去做一个，就是你用多少花多少钱，做一个就是按照你的使用量来一个付费的一个情况。这里的话推荐大家直接用这个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好一点。然后 API 的话也可以。今天我就先演示用账号登录。账号登录的话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把账号都注册好了，对吧？我们这里直接回车，它会启动一个链接，然后让你去登录，然后这里我们直接登录就可以了。这一会我来登录我的一个账号。OK， 这里的话就我们正常去登录进去。然后它会让你授权。这里的话已经提示成功了，看到没有？我们这里已经登录成功，我们直接回车继续。我们可以关掉这个了，看到吧？直接回车，我们同意。它每次你在一个文件夹下面，它都会让你去授权，它能访问这个文件夹的内容，知道吧？然后问他你是谁，测试一下。这里报错了。我之前在测试的时候也发现这个问题，如果说可能，我不确定是什么问题啊。之前首次登录的时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正常的话就可能说我们把这个关掉，然后我们再重新去登录一下，也不用重新登录，重新打开一下那个命令窗口就行了。
传我们重新到那个。它会自动登录，这个我们就不要重复登录了，然后再问你是谁。OK， 它这里就 OK 了，看到吧？这是我官方工具，这就是一个纯血版本。然后到这里的话，大家就可以正常的去使用它了。目前的话，应该运行了大半个月了吧，一点问题都没有。像我这个账号的话，也可以正常去登录，也不存在封号的问题。我们再回到博客。最后的话就是这里面几个关键点，一个就是你的 VPS、IP 这里的话一定要干净，这是一个重点。然后保证你的各个账号之间的地区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其他的话就是网络，保证每一个至少你所有要登录 Cloud 的一个网络，你确定它是在同一个 IP，这个也很重要。最后的话就是你的礼品卡，你就通过这个去购买的话，一个 Apple 账号你要关键，不要去随便买账号吧，我觉得还是自己注册，这个也不是很难。另外的叫礼品卡，礼品卡如果真的有困难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闲鱼链接或者直接私信我，我会去帮你们去做一个网上的购买，好吧？我这边的话也不会去买黑卡给你们，没有意义。我也不会像我的话，现在目前的话也是一个慢发邮箱的一个操作。这个慢发邮箱为什么我会写一个慢发邮箱？因为我会直接通过官网的邮件直接发给你们。如果说后续如果有需要的人多的话，那我会去多买一些卡，然后不会发邮箱。这个的话就是看具体的情况吧，好吧？OK，那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好吧？感谢大家的关注。如果觉得我做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关注、转发，好吧？拜拜。